进入到葡萄酒这个产业之后，然后发现我自己真的很喜欢，然后我就下定决心，就是说，那我要刺一个相关的东西。所以我的刺青它是一个侍酒师的形象，它的花是罂粟花，它的花语是让人为之疯狂，像我选择葡萄酒一样，葡萄酒很常让我陷入一个疯狂情境，就我会一直去念书，然后会完全投入在里面。我以前是体育生，从国小开始练习武术，我就是有一点只有在运动上面，然后完全忘记高中的课业。老实说，我是没有毕业啦，不过还好，后来就是有考上大学念企业管理，后来就高中没毕业嘛，变成大学领奖学金毕业这样子。就是在这一段期间，我才发现说，我是属于一个一旦下定决心我要做，我就想要把它做到最好。一开始我会接触到葡萄酒，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打工应征到一间法式餐厅去做外场，那时候外场只有2个人，但我们都没有人懂酒啊，所以我就会自己去诚品书店，然后去翻书，只要是葡萄酒的东西啊，全部都是从自学开始。在有一次服务贵客的时候，就开一瓶酒，然后它是一瓶法国普罗旺斯的粉红酒。刚打开的时候，它的香气很细致，其实就很像一个香水，它会慢慢的有一种飘散出来的那种感觉。也是在那一次，我发现葡萄酒的变化性很大，让我更想要再去深入去了解更多。我毕业之后做过百货公司的楼管，后来有去餐酒馆上班，后来又进到米其林2星的餐厅，待了一阵子之后，2022年的2月时候来到诚品酒窖。那时候主管就有提到说，我们有很多的品牌，然后就是酒庄都会定期来台湾这边来做参访。那我们诚品酒窖也会举办餐酒会，甚至是品酒会这样子的活动，就是会有很多机会去做服务。我很喜欢看客人喝酒，然后听到他们说，我很喜欢这支酒，然后谢谢你的介绍，这就是一个客人对你的信任，就是你有做到了，你没有白读书这样子。有时候餐酒会一次要出40、50杯，品酒会可能20、30杯，所以你那个量要抓得很精准，就是要自己去练习去做尝试。平常的话，就像开店前，就是自己准备杯子，然后拿空瓶，然后装水，然后去倒。倒完之后要确认ml数，我会再倒回去2杯去测量。最后剩下不同多少的酒液，它的重量真的都不同，要去时常去感觉啦，去感受。我在通勤上下班的时候，脑袋会自己出现一个客人去问自己问题，然后会一直问到自己答不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会知道我缺少什么，那我要去看什么东西。有一次酒庄来访的品酒会，前面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准备，然后有检查，就是那一支酒在庄主跟老板那一桌，然后庄主就闻了一下，他说这支坏掉了，觉得这支 Corky 它受到软木塞污染，然后我就想哇完了，我自己没有检查到，然后他居然还出去。那件事情发生之后，老板有跟我说你要再更努力的去练习，因为什么事情都会去发生，所以你要去更加的仔细，然后小心谨慎去对待每一件事。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酒鼻子，就是会有不同的味道。然后还有那一天坏掉的那支酒，其实我有特别把它留下来，每天早上或者是回家的时候把它打开来重新再闻一次。甚至我有听到哪边有坏掉的酒，我就会去闻。骑车或者是开车坐车过去，我就只是想闻闻看什么是坏掉的味道。大家应该都会想说，你一支酒卖好几万块，它应该不会坏掉吧？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吧？没有，只要是酒，它都有机会，可能有软木塞污染啊，或者是酒怎么样的一个状况，贵不贵跟它坏掉是2回事。你要把错误东西抓出来，然后再给客人。从这件事情，我就觉得，不管你做的怎么样，或者是你以前再怎么顺利，你每一天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，永远都保持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。影响我最大的人就是 Mark 吧，我们经理从一开始我进来，然后带我去学习这些葡萄酒的服务，都是跟着他一起去实做，然后被他雕琢出来的，但他影响我蛮大的。要小心，因为有一些是新到货的，刚拔塞的酒就是冲力会比较大。那我这用剪刀，你这用剪刀，然后这个要小心，这个它很容易断塞。OK， 对。
是上去就要先打？我原本不喜欢念书，但是自从决定要踏入葡萄酒这个行业，就没办法，还是得念。你真的有太多的知识需要去了解，甚至是考试都需要。有不同的考试，翻成中文叫做侍酒师大师。我目前考到第2个等级，它有多难准备？当然就是它全英文。对我一个以前真的没在念书的人来说，真的很痛苦。开始看全英文的文章，甚至我的作答，还有实际现场跟老师的互动跟服务，全部都要用英文去做对谈。这个混的比较多，然后是有50%的那个 Pinot Noir，20% Pinot Meunier。我常常跟自己说，你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你不是天才，但是你一定要努力去做尝试，才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做好。